如果有下辈子的话，我一定要当个现代舞蹈家。其实跳舞的确是会受伤，我们那边除非是真的就是瘫痪掉了，才会退出舞蹈界。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人。就是从专业学校毕业的人最怕被道德绑架，真的很害怕。我们是非常有责任心的人。我原来跳舞的时候，我哪怕在台上现场受伤，我都不会下台。这是我们老师教给我们的，就是你哪怕人腿在台上断掉，我们那个时候上台也是抱着所有做技巧，只要在台上受伤，你都不可以下来。梦想演播厅结束以后，然后那段时间就忙得身体太累了，但又累呢，你就每天通告工作，你又不能说请假去医院，又不能说你人不在工作上。就反正还蛮纠结的，因为我们从小老师就是这么教的，然后你从小就是这样做的话，你就感觉是会，你一定要好好做好这件事情。这样子走上社会了的话，就遇到了一些安排事情很不妥当的人的话，感觉自己也会变得非常的惨，就是你自己也会有强迫症，你自己不做的话，你会很难受。我也是。我来挑战一下，黑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灰的，不是你的，我谁的？其实我觉得责任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真的很重要。就不管你是当偶像被人家看到，或者是你不被人家看到，责任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。我感觉，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出去玩啊，或是工作啊，就发现现在还蛮多人现在还蛮缺少这些东西的。责任心这种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也最起码的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件事情。是一定要做到的，帮别人是一回事，你给不给别人添麻烦就又是一回事了。因为大家都合作关系嘛，只要大家合作，会有责任心的互相合作，你才能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东西。当然，现在很多人都会说，哇，这种人真的傻的不行啊！有责任心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只会更累，活得更累。但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心的话，就不会有这种事情，每个人都会很轻松。而且我说实话，一个团队来说的话，每个人都有责任心的话，就努力就像搭积木一样，你的努力不会被消失，你搭的积木就这样消失掉了，不可能，你都是自己累积上来的。就是一个东西你做得好，被人家发现，都是靠大家的努力。我们原来学跳舞的时候，老师会给你创造那种集体荣誉观，你哪怕你个人再优秀的话，你依然会被骂。就那个时候就会很迷茫，就会很难受，就是有一种光我一个人跳好有什么用那种感觉，然后就会督促大家一起练习啊，这样子。老师就是希望我去多帮别人这样子。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观念，因为在上一个学校的时候，基本上很少，都是靠自己练习。然后刚转过去又不是很熟悉，对大家。要么就是你一个人胖了，或你们这组一个人错动作的话，全部就其他人都会陪你受罚。他可能就是培养你一个团体意识。这样子也会促进你不会丢下你的队友，就比如说我一个人练会了，我回去休息了，但你队友可能不会，你就会想办法你去帮他，然后下回就是你们这组人都会很好。这么做的话，也会给这个做错动作的人一定的心理压力，会觉得我一个人拖累了整个组。我感觉每次带那个班都很奇怪，都是那种全校很乖那种学生，一开始就不怎么被看好，然后后来还蛮起飞的。我一开始待那个学校的时候，我们班是最好的一个班，就是专业上面跳舞上面是最好最优秀的一个班，所以说每回老师会问我们，你们下学期想要就是可以挑选老师这样子。我们那个时候就很牛，整个人飞起，整个人在学校走路都是横着走路。也没办法嘛，是班级的那种光环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想要是哪个院校的老师当我们老师这样子。然后后来转学了以后，转到一个非常相反的一个班，就是原来都是那种学校老师非常喜欢我们，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会推我们出去啊，就对我们超好那种。转到学校了以后，那个班好像就是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，老师好像不太喜欢，还是怎么样的。然后后来我们就是靠自己的努力，然后变成了非常优秀的学生。刚转学的时候会觉得不适应，就会觉得哇，我第一次被骂这么惨哎。在之前初中那个学校，是因为我那个时候身材也不是很好，个子也不高，我那时候个子老矮的了，所以说那个时候老师也不是很看重我，平时也不咋管我，然后我就只能自己努力的去慢慢跳啊跳，不被老师看重，其实还是一件蛮难过的事情。
但是又没有办法。然后那个时候老师说，因为我们人很多嘛，不被老师看中的孩子又很多，然后就会说，如果你真的想让老师能看到你们的话，你们就一定得努力的去跳，你一定要努力的让我看到你的闪光点，看到你的特色，就必须得要努力的去跳舞，努力的去进步，不然的话没有人会看得到的。而且经常有些人会说啊，就是有些同学会说，我练了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老师不会看我这个样子？但是那个时候老师就说一句非常现实的话，说没有人会在意说你去练了多长时间，要看的是结果。有些人就是很聪明，他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就学会了，但他完成的特别好。有些人可能会花很长时间都完成不了这个动作，但结果是你根本没有完成这个动作，所以说你这些训练是没有意义的。10几岁13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舞台上混了。就一开始我其实对站位这种东西我不是很，就是来这边了以后，我对站位这种东西也不是很了解。但是我们在舞蹈学校的时候，这种东西一定是要真的。当然跟现在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。我们那个时候就有大概分3排，我一开始我是因为插班生，所以说一般最不好的学生应该是站在最后一排最旁边的，然后最中间的孩子是最好的。你老是转学，自然新来的孩子你肯定是得要站在旁边的。因为我那个时候刚转过去，我是第3排最旁边的一个孩子，然后上集训课的把杆呢也是在旁边的把杆最旁边的一个孩子，然后也是慢慢的一点点站到中间来的。那个时候就是全凭实力。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插班生，学校名额又有限，然后跟我说，如果你不能在2个月的时间里面学下30多，反正很多的舞，为了就是能继续学下去吧。我每天练哦，真的是每天练死哦。那个时候就必须得要想办法短时间练出成绩来，为了赶上同学的进度，就是一些技巧啊、技术技巧，我真的用了1个星期时间全部给赶上。然后那个时候被老师就是小小的佩服了一下，然后那个时候很开心。我很恐惧翻跟头，虽然现在很多的特长里面写的是翻跟头，其实我那个时候很恐惧，我很害怕做这些技巧动作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为了跟上大家嘛。我有一天突然之间的就鼓起勇气，一定不要用手撑地，结果差点骨折哎。我们几个孩子平时在那边练的时候就真的还蛮惨的，现在想想还是蛮惨的，就是一直不停的往地上摔，真的就是一些翻跟头啊什么的。你们看现在，之前我说翻跟头跟走路一样简单，但其实根本一开始不是这样子，这些摔死我嘞，真的。因为后背其实经常有的时候能看到大哥之前吐槽我说，你后背这道疤是怎么回事啊？说你是帮人家挡刀了吗？就真的是一直不断的摔出来的。后来放假的那个寒假，为了能补上大家，我那个时候就是偷偷的在武汉这边找了专业的舞蹈培训的老师，给我训练了1个假期，我1个假期都没有休息，就是别人放假了可能在家里面玩啊怎么样，我1个假期都没有休息去补这些东西。然后第2年开学的时候就被震惊到，其他人就说，哇，怎么进步这么快，你这个放假就干什么了？我就说没有啦，我也什么都没有干啦，就是天赋吧，可能是。经常会有些人说啊，赵月平时就只用来排练啊，上下课马上就能学会啊，马上学会就可以休息了。但是真的不是，我之前一开始这种东西我都经历过。我原来也有受过伤，因为我原来就是什么来着，就是那个时候是整个大腿肿起来，但是第2天还是要接着练那个动作。而且原来就是有跳一个民族舞，就是一直要膝盖跪在地上，就是往前走一个挪动的一个动作，就一直重复的从后面一直挪动到前面。然后那时候地板也不是很好，经常地板会把膝盖刮的那种血肉模糊，然后第2天贴着那个绷带，在医务室去借的那些护具啊什么的，然后绑在腿上，然后再继续跳。而且我们平时都会带沙袋练习，普通的踢腿啊，下个腰啊，手上脚上绑沙袋是很正常的。就你练弹跳，你绑沙袋是真的有用。就你弹跳的时候会发现，哇，自己会轻功。而且我原来弹跳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，就经常会有截图说我弹跳弹很高，但是我一开始弹跳是全班最烂的，哪怕一般人弹跳都会比我好。我原来真是跳不起来的一个人，我连脚尖都可能弹跳都离不开地，这真的是活生生的练出来的。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自从那一次以后，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练不出来的东西了，只要努力，真的。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不会弹跳，因为一般弹跳起来我们都会有一个辅助动作，跳起来必须得要有一个缓冲再落到地上，这样才不会受伤。我那个时候膝盖不会很好的缓冲，所以说那个时候膝盖会积水，就会一直磨到那个膝盖骨这边，
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受伤，但是哪怕受伤我尽量有些动作不做，但是课我还是继续上。然后那个时候老师虽然没有说什么，就对我还是很严厉。然后到后来我就听说那个老师去别人班还表扬我说，赵月原来受过伤，从来一天休息都没有休息过，说继续练习，说你们都要向他学习啊，然后这样才会进步更大。所以说啊，就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练不出来的呀，只要是努力就可以练出来了。那个时候也是突然间找到了一种方法吧。原来在我们班里面来说的话，就是突然之间从弹跳最不好的人一下子变得最好的人，也不是说最好，就是说非常优秀的一个人。而且我们原来在学校里面是真的是不允许犯错误的，只要一旦被抓住你犯错误，跟关禁闭没有什么区别。我曾经被关过2个月，在学校里面没有出过门。像我们跳古典舞的人都会很注重细节的修改，我们会修细节，就是我们会在意细节。其实我们到最后跳舞跳到最后说谁跳舞跳得好，其实就是看他细节的处理，谁细节处理的最好。其实跳舞真的是细节控就是那种强迫症。其实真正的别人说跳舞啊，你跳舞好啊，你这个舞蹈好啊，其实舞蹈没有说是一个舞蹈哇完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舞蹈的好是一个没有境界的。其实一般人都会觉得啊差不多啊，但是真正要看的话，真是得要看细节。还有就是会看一个演员的脚会不会很干净，不是说什么洗不洗脚之类的，就是他脚底走路走位会不会很干净。因为我们原来是住校嘛，从小就是会有这种，就是从小磨合嘛，就是会有不好的时候，但是也会有好的时候。从小在一起团体生活，也感受到了那种要照顾其他人的心情，也会有那种互相体谅的时候。我想看自己的日记，小时候一篇日记，有段时间是非常想说未来的梦想是想当舞蹈老师，原因就是不想让太多的孩子就被看不到。因为我们那边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老师，每个孩子都会顾得到，因为被不顾上的孩子感觉太可怜了。很佩服这样的老师，就想成为这样子的老师。